杰德特别篇作为贝利亚的续作和终章，它不仅承接了贝利亚的剧情，更是将整个故事的核心都围绕着贝利亚展开，并用杰德的故事为他的一生画上句号。贝利亚与主角小鹿之间是直接的父子关系，因为严格意义上，小鹿并不是人间体，他本身就是杰德。而整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杰德和贝利亚之间充满了宿命感和悲剧色彩的正邪对决，以及小鹿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反抗，努力突破牢笼，挣脱枷锁。因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不再是谁的复制品或者工具，而是独一无二的杰德奥特曼。而他的名字杰德，也就是根据基因的英文所改写，代表着命运的改变。那么杰德特别篇开始。じーっとしててもどうにもならねえ。最高の明日を掴むために道なき道をもっと自由に一人きりでは出会えなかったぬくもり。但其实杰德这部作品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他的口碑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撕裂，一方面经常因为剧情节奏、皮套设计等问题被吐槽，但另一方面他在新生代中的人气却是数一数二。首先是主线发展，主角小鹿的故事是一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年如何挣脱枷锁、重新自我定义的过程。他并不是人类，而是由福林出来用贝利亚遗传因子制造了人工生命体。他在婴儿时期被丢弃在天文台，后来被镇长垂叔收养，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招仓鹿。当他19岁在天文台下发现了秘密基地并获得杰德生化器之后，正式开始进入他的主线。他本以为成为奥特曼之后会像闪光侠一样成为大家心中的英雄，但所有事情都和他事与愿违。因为他的长相和贝利亚极其相似，所以尽管他努力战斗，得到的依旧是人们的质疑。而之后他就遇到了本剧的女主鸟羽来叶。对于这个角色的突然出现，他并没有开始就介绍来叶的背景，而是在和小鹿慢慢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揭示他的过往。对这个角色的出现稍微做了一个缓冲之后，才开始正式进入他的主线，和小鹿一起共同守护城市和地球。在此期间，他得知自己是贝利亚的儿子之后，开始陷入自我怀疑。但是他很幸运，因为他的身边有来叶、蒙亚、猎人和佩加的陪伴和引导，将他一次又一次从绝望的深渊拉回来。面对自己是工具的命运，他没有选择屈服，而是用他的战斗证明他的命运是由自己做主，也是为了摆脱他罪恶的宿命。而除了小鹿身边的人以外，剧中还有2位父亲影响了他。首先第一位是他的养父招仓先生，在当初小鹿被福林出给打败并拿走胶囊之后，垂叔通过他的超能力看到了小鹿的秘密，于是写信邀请他，并在这个过程中给他鼓励和引导，并一再强调你就是你自己，你的名字是招仓鹿，你不需要被任何人定义。我叫杰德，是杰德奥特曼。我的身边还有许多伙伴，我还有家可回。我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我不许任何人说他没有价值。从此以后，他就真正意义上不再因为他的身份而困扰，而是在其中寻找答案，寻找他存在的意义。而另一位影响他的，则是他的父亲贝利亚，通过一次又一次战斗，让他理解了杰德2字的真正含义，并让他从最初的抗拒，到最后接受了这个身份，接受了贝利亚，完成了个人的成长逆袭。本剧还有一个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闪光侠，从第1集开始就埋下伏笔，暗示小鹿有个英雄梦，并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步一步告诉我们，闪光侠是他从小就喜欢的英雄，也在暗示我们小鹿的英雄梦是从小就有的。而在大结局中，孩子们心中的英雄从闪光侠变成了杰德奥特曼，完成了英雄的更迭，更是直接说明小鹿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大人。杰德奥特曼是一部优缺点都极其鲜明的作品，它拥有一个足以封神的宏大设定和深刻的反抗命运的主题，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与重生的故事，并且还塑造出了令人和福林出克这样魅力十足的角色。但节奏把控的失误和部分形态设计的问题，让他最终与神作失之交臂。但他依旧靠着特殊设定还有高人气角色赛罗的长处，为这部作品带来巨大的话题性，奠定了人气基础。他同时也证明了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是自己的选择。那么杰德特别篇结束，我们下期见。